为担心首富母亲的财产旁落他人，独生女联手外人，把80多岁的亲妈告上了法庭。她公开向全世界宣布，我妈疯了，她脑子不清楚了，她没资格掌管欧莱雅这个帝国了。说是大义灭亲，还是人性的终极扭曲？这个女儿叫弗朗索瓦斯·贝当古，现欧莱雅集团掌门人。她不惜背负全法国的骂名，不惜被贴上不像你的标签，她也要抢下那个王位。她图的真的只是钱吗？别急，今天咱们来深扒一下这场欧洲最狗血、最昂贵也最残酷的豪门权谋大戏。这盘棋比赌王家很多了。想搞懂这场母女大战，你必须先搞懂那个导火索，那个60岁的老文青巴尼耶。说的是小白脸都是抬举他了，他登场时已经60岁了，既没有小鲜肉的颜值，也没有艺术家的才华，他就是一个混迹在巴黎名利场，专门依附权贵的摄影师和花花公子。但就是这么一个人，把欧莱雅帝国的女王80多岁的莉莉安·贝当古迷得神魂颠倒。在短短几年里，莉莉安像中了蛊一样，心甘情愿地送给了他无数珍宝，毕加索和马蒂斯的原作名画挂满了他的墙壁，巴黎市中心的豪华公寓直接过户，甚至巨额的人寿保险受益人写的都是他的名字。总价值你猜多少？4亿欧元。你没听错，4亿欧元，折合人民币33亿，就送给了一个只会陪聊陪玩拍马屁的男闺蜜。这是什么概念？这是最经典的史诗级杀猪盘，而且杀的是全球女首富这头金猪。这一下，那个一直隐忍的女儿弗朗索瓦斯彻底炸了。弗朗索瓦斯是谁？她是莉莉安唯一的女儿，是帝国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但她和她那个光芒万丈的母亲完全不同，她像一个修女，低调古板，不近人情，甚至有些社恐。她一辈子都活在母亲的阴影里，甚至被母亲嘲笑长得丑，没有品味，像个书呆子。她的母亲莉莉安是巴黎名利场的女王，风情万种，热爱派对，享受被众人触恐的感觉，而她只喜欢躲在房间里弹钢琴、写书、研究希腊神话。母女俩的情感命运轴从一开始就是拧巴的。母亲嫌女儿太无趣，像块冰；女儿嫌母亲太肤浅，像是花蝴蝶。他们住在同一个富人街区的2栋豪宅里，几十年来老死不相往来。但现在情况变了，30多亿的家产正在像流水一样流向一个外人。更重要的是，那个巴尼耶不仅要钱，他还要杀人诛心。他不断在莉莉安耳边吹风，离间这对本就脆弱的母女关系，甚至试图让莉莉安收养他为义子。如果让他得逞，贝当古家族的100年基业就要改姓了。弗朗索瓦斯坐不住了，他的执念爆发了。他图的是钱吗？不，他不缺钱，他图的是欧莱雅这个帝国的王座，是贝当古家族的姓氏和荣耀，是作为女儿最后的尊严。他绝不允许母亲把爷爷欧莱雅创始人打下的江山败给一个居心叵测的男闺蜜。于是2007年，弗朗索瓦斯一纸诉状把亲妈莉莉安告上了法庭。你以为他告的是诈骗？不，那太低级了。他用了一个知识点，滥用弱者，这是法国法律里一个非常狠的罪名。通俗点讲，就是指利用他人的身体或心理缺陷来谋取不当利益。说白了，女儿是在公开向全世界宣布，我妈莉莉安·贝当古已经老年痴呆了，她精神不健全了，她糊涂了，她没资格掌管这个帝国了。母亲莉莉安当场震怒，这位一辈子都要强的女王反手就开除了女儿在欧莱雅董事会的职位。她对着媒体的镜头怒吼，我女儿是个冷血的怪物，她巴不得我早点死，她就是嫉妒我有朋友，嫉妒我活得快乐。女儿也不示弱，她找来了全法国最顶级的律师团，这场仗打了整整3年，打到全法国的媒体都围在他们家门口吃瓜，打到连法国总统萨科齐都被卷了进来，打到最后反转来了，女儿弗朗索瓦斯快输了，因为在法律上证明一个人老糊涂了是非常难的。莉莉安在公开场合依然表现得优雅得体，逻辑清晰，但就在2010年，最狗血最致命的一幕出现了，大反转的关键人物竟然是莉莉安豪宅里的老管家帕斯卡尔·伯达富瓦。这个老管家在这个家服务了几十年，忠心耿耿，但他受不了巴尼耶把老太太当提线木偶一样操控，于是他做了一件堪比谍战片的事儿。他在莉莉安的办公室里，就是那个巴尼耶经常坐的沙发旁边的餐具柜里，藏了一支录音笔。这支录音笔录下了整整21个小时的谈话，铁证砸了出来。录音里，莉莉安的声音听起来虚弱混乱，她亲口承认了巴尼耶是她的干儿子，她亲口承认了他还要送她更多的钱，甚至是一个32的岛屿。更劲爆的是，录音里还记录了莉莉安和她的财务顾问的密谋，如何逃税漏税，把1亿多的欧元偷偷藏到瑞士的秘密账户里。轰！丑闻炸了，原本的母女宫斗瞬间升级成了国家级的金融丑闻和政治丑闻，连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都被牵连，因为录音暗示莉莉安给了他非法的政治现金。弗朗索瓦斯赢了，这21个小时的录音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铁证如山。医学专家介入，母亲莉莉安被法庭正式宣判混合型痴呆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精神受损，丧失行为能力，他被剥夺了对自己财产和欧莱雅帝国的监护权。那个原本属于他的帝国被强制交到了他最讨厌的女儿手里。那个小白脸巴尼耶被判入狱，赔偿巨款。弗朗索瓦斯如愿以偿接管了帝国的权杖。我们把他和赌后何超琼对比一下，何超琼
他是赌王的工具人，他的情感命运轴是牺牲和顺从。他牺牲了爱情，接受了政治联姻。他用20年的隐忍和顺从换来了父亲的信任和王位。他是告诉父亲最完美的女儿，赢得了继承权。弗朗索瓦斯，他是母亲的敌人，他的情感命运轴是对抗和夺取。他不惜牺牲亲情，不惜撕破脸皮，发动了残酷的法律战争。他用3年的战斗，直接从母亲手里抢来了王位。何超琼是东方的孝与忍，弗朗索瓦斯是西方的法与狠。他们走了2条截然相反的路，但最终都登上了同一个山顶。只不过一个身上带着父亲的赞许，一个身上背着母亲的诅咒。你以为女儿赢了王位是大结局？不，最沉默的高潮在结尾。母亲莉莉安在失去了监护权后，被软禁在自己的豪宅里。她失去了她最爱的派对，失去了她那个哪怕是骗她的男闺蜜，也失去了自由。她孤独的活到了94岁，她至死都没有原谅她的女儿。她的遗嘱里写道：“我的女儿让我生不如死。”而女儿弗朗索瓦斯呢，赢了官司后，她并没有搬进母亲那座象征权力的豪宅。她登上了福布斯，成了全球的女首富，但她没有开派对狂欢，也没有穿金戴银到处炫耀。她继续躲在她那个安静的房子里，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每天弹8个小时的钢琴，写她那些关于希腊众神的书。她就像一个冰冷的修女，守着她抢来的千亿帝国。她赢了道义，赢了法律，赢了金钱，但她彻底输掉了母亲，输掉了原本就稀薄的亲情。在千亿的王冠面前，亲情有时只是第一个要献祭的祭品。无论是东方的赌王家，还是西方的欧莱雅，人性在巨大的财富面前，往往经不起哪怕1秒的考验。